这是小米刚刚发布的小米 Sound 2 Max 音箱，也是小米目前最发烧的音箱产品了。而且它是小米首款监听级的音箱。我相信这个时候啊，你们很想知道小米这款音箱到底怎么样。那首先呢，这一次音箱外观应该是变化最大的，相比以往的小爱音箱，它采用了我们传统音箱正面出音的这种设计，而且方和圆的线条勾勒起来啊，整体看起来特别的简洁。反正我在前几个月第一眼看到这个音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它的这个外观就是冲着那种喜欢简约的这种人设计的。而这一次外观设计采用了一体化的金属压铸机身。那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啊，就发现啊，它的正面机身看不到一点接缝和螺丝。那这样的好处呢，除了美观之外呢，在声学方面，金属一体的机身也会让一些特定的频段的声波产生共振的几率更小。而且为了降低摆在桌子上的共振啊，底部也加入了橡胶减震垫。那如果你想让这个音箱能拥有更美观的摆放，那小米 Sound 2 Max 啊，同时发布了支持这款音箱的快拆快装的红色金属支架。那有一个细节，就是电源线也是直接安装在支架内的，只需要安装好插上电源就可以使用。那这个细节我觉得也是让这款音箱的摆放显得特别简洁。那顶部呢有3个按键，可以在音箱上控制音乐的播放，而且底部还有一个指示灯，比如在调节音量或者呼唤小爱同学的场景下呢，它会有对应的灯来进行提示。背面呢有3个接口啊，除了电源接口外呢，支持了 C 口直连设备播放音乐，或者通过 RCA 线材直连2个音箱组成一个立体声的音箱。那我觉得啊，所有人拿到它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开机以及和手机配对。那想听听它的声音到底怎么样？那手机下载小爱音箱 App 啊，就可以快速的进行配网了。如果你入手了2只音箱的话呢，还能通过手机组成 2.0 的立体声。此外呢，这款音箱还支持了通过手机的麦克风对音箱进行空间声学校准。那这项功能是为了不同的空间而带来一个软件方面的声音调整，从而尽量保证在不同的空间内啊都能带来优秀的声音表现。调整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尽情的享受音乐了。那小米 Sound 2 Max 的音箱正面看上去啊有3个喇叭，并且还加入了网状的保护。而通过拆机可以看到啊，小米 Sound 2 Max 啊搭载了4枚主动声学单元，分别负责高中低音的输出，而且啊中音单元和高音单元还采用了同轴设计。那同轴是什么意思呢？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你们去听现场乐队，主唱呢负责唱旋律，那它呢就像音响的中低音啊，是声音的骨架。比如这个歌手的人声乐器的低频部分掌握着整个音乐的底子，伴奏呢负责加高音和声。那像音响的高音单元啊，是声音的细节装饰，比如轻量的和声、乐器的泛音，让声音呢更有层次。那普通音响啊，就像主唱和伴唱站在舞台的两端，主唱负责左边，伴唱负责右边，两人离得老远，所以你听起来的时候呢，先听离你近的人声，再听到远处的，那这就是相位差了。而且啊，明显感觉到歌声是从2个方向来的，就像2个部分凑在一起的，不够有一体性。而同轴音响啊，就像伴唱站在主唱正后方的同一个麦克风的前面，那主唱和伴唱啊紧贴着，那对着同一个发声点，不管你坐在哪儿，那听到的都是2个人的声音啊，从同一个位置啊传出来，没有先后的延迟，和声完美裹着主唱的这个旋律，就像整个完整的声音打包过来。对应到音响里面啊，就是高音、中低音从同一个声学中心出来，没有脱节感，听着就跟现场乐队真的一起唱似的，自然而又协调。那同时呢，采用了 MTM 声学架构啊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把高音单元夹在2个完全相同的低音单元正中间。那3个单元在音响的正面呈现出一条直线排列，形成中间高音、两边低音的对称结构。那它的优势呢，在于不管你坐在音响的前方，还是稍微偏左偏右的位置，那听到的中频，也就是人声啊，和高音都能保持一致的方向感，那不会出现声音偏移，听感更加均匀，那更自然，尤其呢适合多人一起听音乐的场景。那而它的纸面参数呢，我就不详细说了啊，你们可以直接截图来观看。那从各方面的表现以及硬件配置到参数上啊，是一台很极致的音箱。但是音箱这种产品啊，参数上是一方面，结果呢还是要听才能了解到底如何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的视频呢进行到这里呢，就该听一听它的声音了。风筝在了月前盘旋，
朝着天落。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，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。隔着半透明门帘，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。刚刚播放的音乐呢，都是采用了小米专业监听模式下播放的。整体来听呢，这款音箱的播放听起来很温暖。那人声中频还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，而且刚刚的才听的人声不仅有悠长的穿透力，而且声音和气息的细节表现的都非常不错。而加州旅馆从吉他拨弦到贝斯进入，整个声音都能把整个层次感表现的不错。而纯人声方面呢，合唱的人声加吉他，你就能感受到啊，这个箱子表现的比较干净，没有那么多的音染。而我觉得它的听音听感来看呢，比同价位要好出一大截。但如果你希望这款音箱拥有类似 HiFi 功能啊，它也支持了小米的生动经典、小米纯净人声等5种音效，可以对应不同的用户喜好进行调整啊。不过目前没有对个性化的 EQ 调整支持啊。今天呢和一个朋友聊这款音箱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加点钱选一台 HomePod？ 话是没错，但是这款音箱的优势啊，其实就在于兼容性更强。在无线连接中呢，它不仅支持了小米自带的小米妙播，而且支持了安卓、鸿蒙、苹果全生态的蓝牙连接或者 C 口连接。而且你希望它能变成你工作的音箱啊，那通过 RCA 转接口啊，还可以直接连接到声卡或者电脑的耳机孔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使用它作为多媒体编辑的专业音箱，有线呢也就没有任何的延迟了，对吧？而除了作为我们工作或者娱乐使用呢，同时这款音箱同步发布了小米Sound的无线音频连接器。那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专门为一些想组建家庭影院的效果的用户准备的。你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家庭影院的中控，可以通过它连接电视的 HDMI 后啊，就可以让家里的电视的音频啊直接通过小米Sound 2 Max 音响输出了。因为这款无线音频连接器内置了独立组网的芯片，所以啊声音延迟很低，尤其是我们观看大片的时候啊，基本上你感受不到任何延迟。Wait a second. You won't stop the entity, Ethan. I can't let you. 它还支持了4台小米Sound 2 Max 的音响组件4.0环绕，而且无线音频连接支持了杜比解码，所以啊，正好你是一位财力雄厚的米报呀，就可以在7000以内就能获得一个杜比4.0的家庭影院了。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它不挑电视品牌，只要电视有富裕的 HDMI 接口啊，它就能用。那最后呢，小米Sound 2 Max 音箱还同步发布了3款磁吸面板，那也就是让这款音箱可以搭配更多的家庭风格，而且你搭配上这个磁吸面板后呢，这款音箱还会针对面板的材质做声音的一些细节的调整，从而呢，无论你在安装了不同风格的面板，也不会破坏声音的体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小米这台全新的小米Sound 2 Max 音箱的体验了。那本来这期视频打算赶在发布会当天出的，但是没想到我这次被台风困在了深圳了啊。那回家之后呢，立马就开始做这期视频了。当然，这期视频也会有一些没有分享到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。那也希望这期视频对于关注这款产品的你有所帮助。我是大龙，我们在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